哎，姐，咱回来不是投奔二少主的吗？他咋把咱丢这儿不管了？嫡长主也是你能编排的，只要咱们对二少主尽忠，他自会许我等前程。全部拿下，留活口。来人，带去刑讯。是。行溜的，有种你就活剐了老子！我要皱一下眉，就是你孙子！我还未自报家门，你就知道我行溜。看来嫡长主没少提起我。什么他妈狗屁的嫡长主，老子根本就不认识。都招了。傻他娘的炸老子！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也指证不了谁。倒是你们用了私刑，就是屈打成招，按照星川的刑律，口供就不得作数，是吗？西爷如此嘴硬，看来我二哥许了你极好的前程。但像你这样的亡命之徒，不可能任凭我二哥摆布。你一定留了他的把柄吧？他给你写了文书。刘少主，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。什么他妈狗屁文书，老子根本都没有。你不说，我可以一处处的查。你进城以后，我就派人跟踪你。你先去了驿站，然后去了酒楼，再是去了茶肆、当铺。你又不缺少银两，你为何要去讨用？少主这次真是越来越好了。哼，你懂什么？小的不懂，但小的知道，少主从小写字写久了就会酸痛难忍，所以还是请您多听太医的。得空啊，就热敷着。父亲啊，他一直说我是兄弟里边写字写得最好的，但唯有勤写、苦练，才能让他老人家满意。这幅字已经写好了，你去把它裱起来。明日我拿它给老父亲去瞧瞧。是。少主。刘少主先行一步去取证据了，我们尽快将这些人送往刑狱司。是。走。
受伤了吗？我没事。事情还顺利吗？证据找到了。都已经拿到证据了。 怎么还是不太高兴啊？这一纸罪状告到主上，嫡长主难逃一死。我想过无数次要一笔知道还施彼身，但如今真走到这一步，就有些犹豫。我们乡下地就放苹果。 一筐苹果里，如果有一个烂掉了，那其余的都会烂掉，所以没办法，就只有将那个烂的挑出来。可人到了某些位置，终究会身不由己。我怕我也会变成那样。你不会的。 你本性就不是个坏人，但如果真的有一天，你真的在某件事情上犯了错，那我也不会离开你，我会打你、骂你，把你打醒、骂醒。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你给我起来！我说话你不听了是不是？你跟二哥交心，以后兄弟间怎么自处？父亲，让父亲怎么看你？有些事情可以据理避案，但如果少主触犯律法，还不论对错，我就不明白人质宫门的意义了。你哪有人质？你已经被停职了。告诉你，我现在在这儿都是不应该的，完全是我对你最真挚的情感驱动过。哥真的怕你走上绝路，你这是在负伤你力。三哥，我不是意气用事。主上是万民的主上，律法亦是万民的律法。身为传主，我相信主上自有决断。
少主，请。儿臣停职期间私自查案，愿受责罚，绝无怨言。但假币案已水落石出，还请主上决断。按新传律，你二哥当初极刑。少主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但刑律第236条，若少主犯错，向天下呈谢罪书，流放边境，各地死罪。主上，小人帮您揉揉吧。头风是痼疾，不下猛药，就只是延缓罢了。老六是什么都想到了，他私自查案翻经，可是他找到了证据，姑就不能罚他落人口实，连对老二的处置，他都替姑做了决定，将老二流放到苦寒之地，就可以免他的死罪。姑只能按他说的做。主上，六少主这么做，不全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保全主上的儿子。他确实不只是为自己，可缘何要这么做呢？是人都有眼睛，看得明白，真是费心了。老二的字是姑手把手教的，他现在写的是越发好了，字中有君子如风，但人却没有。姑一介庶出，走到如今，
失去了多少，只有姑自己明白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姑就在想，一定要好好抚养自己的嫡长主。他既为嫡长，就不会再经历姑从前经历过的一切。姑严格要求他将他抚养成人，他就能一生顺遂。可终究，或许经此劫难，嫡长主终能醒悟。儿子给父亲请安。过来。父亲今日好有兴致，竟邀儿子到从前受教的地方来了。你的这幅字，让姑想起了从前的事儿，就把他带了过来。你当年就坐在那张桌子上写字，比例不足，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才有如今的本事。儿子的第一笔字，是父亲手把着写的。那时候光教你握笔，就教了半个月，纠正过来，隔2天又忘了。是啊，叶、压、勾、格、底这几个比例，儿子总是记不清楚。儿子驽钝。当初你的个头，只是到姑的膝盖那么高，穿着杏黄的袄子，坐在宽大的椅子上还略有不稳。姑就教你坐直挺背，可是你无论如何，再怎么摇摆不定，也不往后靠，甚至都不敢扶一下近在咫尺的扶手。你3岁开蒙，正式到少主学堂读书，那是10岁。先有朝臣上折子请旨，姑下旨准许，挑选吉日，晓谕群臣，拜天地列祖列宗，并孔圣人。拜之前，还请了智力司的人来教，演练了半个月。可结果到了那天，却根本就不记得都拜了哪些圣人。那天，姑狠狠地骂了你一顿。是，父亲责罚完儿子，却屏退旁人，摸着我的头，对我说：“姑知道你害怕，姑也害怕。”你还记得？儿子当然记得。那是怕旁人对你要求太过，让你失去了孩童的天性。但是呢，也要把最重要的责任交给你，所以只能对你苛责。儿臣明白，无论父亲对儿子多么苛责，都是为了儿子好。
李黄岩，你都这么大了，你入学那日还仿如昨日。父亲今日叫儿子来，是有什么嘱咐吗？没什么，老二，你就没什么话要跟父亲说吗？父亲日理万机，儿子祝父亲健康。父亲日乏了，你回去歇着吧。是，儿子告退。那举行一次，让他们按上面说的办吧。是。请父亲不要提起佞臣之言，为了莫须有的叛污废除嫡长，死果未有。请父亲明察，父亲，父亲。父亲是早就想废了我吧？嫡长主行之有亏，一律罢黜。日后去偏地好好反思吧。父亲约我去学堂那天，就已经决定了吧？既然已经想好了，怎么连当面告知儿子都不敢？父亲就如此心虚吗？姑心虚什么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嫡长主，说把九川的未来
由我来承担，但你却一直在扶持老刘，不就是想用他来算计我？放肆！你从前经常犯禁，姑都放过了，眼下你铸此大错，你还有何颜面天居此位？事到如今，还在说兄弟算计，你才是那个最能算计的人，德不配位。姑只后悔没能早点废掉你。我算计兄弟，我德不配位。那也是上梁不正罢了。一个做父亲的，可有一时没有算计过自己的儿子？你认我为嫡长主，可有一时信任过我？几个兄弟里边寻嘛，总算有个老六可以提携了。怎么，想用他逼我奋进，还是做我的备用啊？前门拒虎，后门引狼，说什么上朝历练，做的不好要罚，做的好要记的。这算哪门子的父亲啊？你但凡有一分的廉耻，父亲，即便是心术，儿子也以为只不过是高处不胜寒的无奈罢了。毕竟你是父亲，你允给我和母亲的未来，总不会虚言吧？到底是我狂妄，但父亲，儿子有1分的错，父亲要担上10分的责任。让哥别说了，脱下你根本不配做一个父亲，你不配，都是你逼我的，是你逼我的。这么有闲心来笑话我，不去接受我的护政司吗？护政司本来就不是你的，是天下万民的。不用再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。你几次僭越插手我护政司的事儿，在下边广交下旨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？你想靠护政司巩固地位，从中牟利，中饱私囊，但不代表人人都会这么做。你这些鬼话也只有父亲会信，我会相信吗？你所做的一切，不就是想让自己上位吗？没错，在其位方能谋其政，尽其责。我自知会做得更好，为何要屈居于杜仲之下？但你有此日，与我无关，都是自己咎由自取，德不配位罢了。德不配位，竟又是这个词啊！当年父亲赐印我之时，对我说我是嫡长主，要有责任。母亲也跟我说以后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
可是之后呢？父亲就再没说过这话。只要我有一点做的不对的，就说我是德不配位。你是父亲最看重的儿子，这么多年他可从未亏待过你。若连你都感觉到不满，让我们这些庶出，岂还有立锥之地？起初是看重我，所以打压我，监视我。这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给我。你以为只有你辛苦了？我生下来就是嫡长主，每个人都要我扛起酒桌。我要学所有我不想做的事儿，但是父亲永远不会满意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未得过一息安静。有这么多兄弟，哪天你们超过我了，或者更得父亲赏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坐立不稳，总是在害怕，会不会让父亲失望？可是一个30而立之人，谁能每天只能察言观色？既然说我德不配位，就别说那些都是我的。只要我做一点点错事，就捧出一个你来，硬生生夺走属于我的一切。不过我也告诉你，在这禁锢之中，只要你得逞片刻欢愉，就会有永世不灭的悲哀。你呀，终归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。登高之人，就该有跌重的准备。主上赐酒给二少主。这是父亲的意思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小心！别背！陈曦，老子没有卖你，你为何要灭老子的口？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子不可能一无所有，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。叫太医！二哥，二哥，叫太医，快啊！
这么拼命，为了一个坏人，还把自己弄伤。不是你想，我去看他，结果他死了，那麻烦不还是我？明明是自己心软，现在知道疼了。少主，你这是又研究了什么新菜，找我试毒吧？毒死你！来吧。好吃吗？不错。这个虽然是简单的小粥豆腐，但这个豆腐有4种口味：招牌混合、经典烟熏、柠檬胡椒和豉油大蒜。这4种口味的酱料都是侧夫人亲手为您调制的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少主，侧夫人，主上亲自来看您了，我们先回避一下吧。是。侧夫人，在。哎呀，快！新川主到。父亲。我听老二说，你直觉那毒酒不是姑给他的，你为何敢如此笃定？父亲虽贵为主上，但身为父亲一定会保全自己的儿子。要不是了解父亲的性情，我也不会寻遍刑律，去找到一条能够保住嫡长主的律法。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想的。父亲，无碍，都是小毛病。六少主，你保护兄长有功，这是深义之举，这块玉牌就给你了。日后若是你有所求，只要不触犯律法，姑都答应你。谢谢父亲。好了，你就好好养伤，等痊愈了再回朝吧。是。六少主不日回朝，相信咱们的酒楼也能马上重新开张。但这几日大家都不能闲着，这是我新做的工作计划。为了重新开张，我们需要筹措一些现银。如今库存已经变卖的差不多了，也算是攒够了可以再开业的本钱。辛苦你了，元英。我这儿也有一份工作计划，是关于菜品的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这是你写的啊？不，你这写的也太好了，这上面还有图呢，这是元英才会做出来的呀。这字也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是元英先生监督的好。快给元英看看。元英先生，请过目。可行性很高嘛。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，就照着做吧。好。有的忙了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静静啊？我好久都没见到她了。没有。去哪儿了？椅子我们要搬走。
都收拾好了吗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的兵器都当了？嗯，当了，都给酒楼了。哎，咱们明天去看看租住的屋院吧。租住啊，租住，你说还得咱们自己找啊？他肯定要自己找啊！咱们从这搬走了之后，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吧？是啊，少主当久了，好多事情啊，确实不太知道。你放心吧，我都问好了。城北的房子呢，价格便宜，而且也安静。咱们往北边看看。北边啊？嗯。北边都快到墨川了吧？快到墨川怎么了？冬天呢还能下雪，况且，咱们在没有找到新的生计之前，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。你呀，养尊处优惯了，这些自然不懂。是啊，我是不懂，所以我觉得这日子呀，是过不下去了。我们和离吧。你刚说什么？和离啊，你看啊，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，对吧？辛苦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了。我现在身体已经痊愈了，能自理了。咱们还是分开吧，对谁都好啊。你不是吧？你怎么还不情愿呢？你不是最嫌弃我的吗？你不会真看上我了吧？啊！这些日子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啊，好吗？哎，你看这好吗？嗯，这边这好吗？什么都没有，连个椅子都没有，这就叫好了？我们在一起本来就是因为联姻，现在我不是少主了，没意义了，联姻没意义了，算了吧。这不是你真实想的，你说实话。好，既然你非得问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心里有别人了。谁？郝家。对，你不知道吗？郝家跟我二哥分开了，我也可以为自己追求一下了。你疯了？你知道自己说什么的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想娶的人就是郝家，根本不是你，对吧？我们不合适啊，性格不合。口味也不合呀。真的不合适啊。趁现在没有感情，咱们分开嘛。分开你也不会太难过，对吧？算我对不起你，行了吧？
一点也不闹人。你说这小孩长得可真快呀，这没几天的功夫就大了这么多。这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，看上去整个人都瘦了不少呢。那不正好吗？自从到了新川，我就不停的吃，而且现在不用减肥，还能变瘦，多好。一直在你这里白吃白住的，我这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这几天我想了想，酒楼的事情呢，我不擅长，我就不在这儿瞎掺和了。但是我可以出去做一些自己擅长的营生，补贴一些也是好的。营生？姑娘，你肤若凝脂，用上这个颜色的胭脂，再加上这桃红色的花钿，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你呢，比较适合这桂花手油，冬日劳作，手有皲裂，用上这手油之后啊，手如柔荑，楚楚动人。真的不错。上官世坚，有夫隐士妻，立此休书，人妻改婚，永无争执。这真是他写的？不知他还有谁呀？休书都能写错字。难怪这2日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吴少主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告诉我们一声，就这么瞒着？吴少主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呀？就让他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让他留在新川，跟我一起受苦吗？二哥出事之后，我以为主上会有所改变，可是内务府的人还是来抄家，我把家底儿都翻空了，才发现我是真的没有用，根本就没存下什么钱。你说我这样，我连自己我都照顾不了，我怎么照顾他啊？我配照顾他吗？吴少主，对不住，我们府上事情太多了，不知道你们这么……哎，跟你们没关系，是我自己以前啊太不争气啊。吴少主，容我多问一句，上官不是只会独善其身的人。这个节骨眼儿，他更不可能丢下你。你对他说了什么，他才走的？我就说，我对郝家还有意思。你有病吧？这种话你也能说出口？找什么借口不好，偏偏找这个，真是笨猪拱齐犁，自讨苦吃。确实离谱。不过你也别训他了，他自己肯定也不好受。吴少主心里肯定也是有静静的，不然也不会为他考虑，担心拖累他。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？有用的，现在恶人已自食其果，没什么危险了，更不需要有什么顾虑。你现在马上回丹川把他追回来。静静这个大笨蛋肯定会信了你的话，你不能就让他这么信了呀。上官听了那种鬼话，可不一定愿意见他了。我不去，我都说那样的话了，他肯定不会原谅我的。你再说了，就算他肯跟我回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跟我受苦受穷，啊？何必呢？回来就对，你等着。
孤这就命人做一尊尹齐的雕塑，就放宫门口，遭万人唾弃。此后，他胆敢再入我丹川一步，哼，所有人都不会放过他。他不会再来丹川了，永远都不会了。静儿，你不会真对他上心了吧？哼，若你真对他动了心思，他却辜负了你，那姑一定叫人杀了他。没有，姐姐，我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一丝一毫都没有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静儿，你是怕姑报复他，是吧？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我没有。罢了，姑这就命人给你找几个赘婿，趁早把这段孽缘了了吧。不用，我不需要。这几日交给邱哥，住在客房。我就不跟你道谢了啊，住哪儿我都行啊，反正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，没关系。小弟无能，对不住五哥，日后我定会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坐。当哥哥的保护弟弟，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再说啊，我觉得现在这结果都不坏啊，好歹保住了你，是吧？我觉得自己已经很可以了。那个始作俑者也被你打败了，全当你给我报仇了啊！等父亲消息以后，我再去问算了。父亲下的令啊，是不会收回的。你挺适合走仕途的。一直做的都不错，我呢，胸无大志，本来就不适合入朝，现在反倒落得自由了。这官场真没意思。你们是想去做同僚？可我只想做兄弟。虽然你平时看着大大咧咧，但却是最懂的。哎，我已去信丹川主，把你为何要合理解释清楚了。这事未见。算了，演这样了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写的肯定都是骂我的话。哼。三哥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啊？这来时候还不这样，现在瞅瞅。呀，这3天了，不吃不喝。这面壁呢呀？这是啊？这咋还哭了呢？没想到，真是骂我的，说我猪狗不如啊！这多大点事儿啊！这人生太难了，我参不透啊！参不透就不参。找我不至于啊，不就跑了个媳妇吗？
我那一屋子媳妇都跑了，你这才跑了一个，问题不大。跟我相比啊，小巫见大巫啊。走，跟哥吃饭去。我不吃。当时宫里号召节衣缩食，阿静就是这么样子面壁静思的。如今他悟了道，我却悟了他。你是悟了饭呢？走，不是悟了我们的感情，没错，我们的感情比一碗饭重要的多。我要阿静，我们的感情还比不上饭吗？阿静啊，阿静，哎，阿静，我不吃饭，吃饭哪来？我不吃。来，老五啊，糖醋藕块，你爱吃啊？来尝尝。松鼠桂鱼、糖醋鸡块、糖醋小排，这全是你爱吃的甜口。尝尝。来呀，糖醋里脊。我要吃糖醋辣椒啊！你有辣椒给我来一点也行。这，您哪道菜需要加辣椒啊？兴许嘛，你赶紧的。不是少主，辣椒简直就是侮辱你的作品啊！你拿走。我。哎，哥。呀，我看着都胃疼啊。没事，那个老五铁胃啊，辣断愁肠，以毒攻毒，一会儿就好啊。一点都不辣，没有上官记辣椒辣，一点都不好吃，我不吃了。完了，没救了。少主，哎，少主，诸位少主，您刚刚侧夫人得到消息，武少主啊，您真得去趟丹川呐。我不去啊。佩服，气质太硬了。要不，您看看这个。这什么也没有，看。哎，丹川主敕令，无名镜儿一传记。他要找赘婿，上官镜要找赘婿。居然有如此胆大包天的父亲！哎，客官，您吃点什么？来，再帮我把马牵了。我来。对手是对家派来的，还是新传过来的。这画像看着也不英俊，我觉得真人很离谱。哎，你看，道貌岸然的，还那么不要脸。对呀，哎呀，不关什么事儿。所以长得像人也不代表能干人事儿。这也就是能干的事。哎，你等着这。新川偃旗，本郡主弃夫也，有负郡主真心，使古今第一负星汉。这上面说他是真心的，这就是在向天下公开，他对我还是有真心的。哈哈哈。上官，臣是在下偃旗求见丹川郡主上官镜。你的话，请回吧。再不走，休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啊！我不能走，把方儿通报一声，除非郡主亲口说不见我，否则郡主和主上都亲口说了，绝不见，还不快滚！
现在他都说了不见我，那我就在这等他。嘿，你放心，我绝不打扰你们。他1日不来，我就跪1日；2日不来，我就跪2日；日日不来，我就一直跪下去。主上，尹琦来了丹川，在宫门外说是想要求见郡主。哼，他还真有脸来。守卫本不想通报，但他一动不动地在宫门口跪了几个时辰，他们到底有些心软。臣去命人将他赶走。等等，就让他跪着吧，多受点苦，是他应得的。是。明日选拔赘婿，挑几个好的，从宫外带进来，就从尹琦眼前过。您是还想给他机会？哼，他也配。只不过静儿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。要杀要剐，静儿自有决断，姑只负责递刀罢了。那就要这个了，剩下的我们下次再来买。公子，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有，你这身打扮倒是挺俊俏的嘛。二位，您的梅子酒。来，尝一尝。我可不吃什么厌食的东西。这是九川美食会的新菜品，辣豆皮酸笋包。酸笋。好吃吧？好吃。来，再配点梅子酒。之前那个男人，他压根就不想过来看看你和孩子。我想，可能你也不愿意见他，所以就没有劝他。他可千万别来，我怕他来了，我的眼睛流脓生疮。你现在说话可真够厉害的，当初这些话估计也是烂肚子里的吧？是啊，他是不配我再忍他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看他怎么看都看不顺眼，我就在想，你说以前我怎么会那么爱他？那是你啊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他，我喜欢的只是他的地位。可谁知道啊，人家比我还能算计，所以这人啊，只能做自己的东家。言之有理。对了，你那个孩子，要不要我在外面重新再另一个新的房子，帮你一起照顾？不用，我这孩子义父义母都挺好的，忙的时候我就把孩子放他们那儿。义父？你是说老六吗？他不是应该是孩子的叔叔吗？孩子没有父亲，哪来的叔叔？哦，高，来，敬你一个。哎呀，你这太吵了，你不要拍！哎呀，你看小老鼠啊，
不哭了，不哭了。这牛乳别喂了，尿不也换了，怎么还哭啊？是啊，要主动啊，你别哭了，我。哎呀，小老虎，小罗，叔叔。小罗，都是小人不好，不会哄孩子，吵着您了。嗯，不哭了。哭了。哎呀，不愧是我家少主啊，天纵英才呀！上至80岁的老翁，下至襁褓中的婴儿，只要少主出手，没有搞不定的。玉萍、玉展呢？我们去把书房收拾一下。哎呀，好温馨啊！哎呀，好。唱得真快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医书上写的，叶晚英童进食以后会腹痛，坊间叫猪毛风，只要揉一揉就好。我们少主啊，可真厉害，上到80岁老人，下至襁褓中的幼童，只要你出手，没有搞不定。怎么还不让夸了？长得真漂亮。封岗了。说过了，郡主是不会见你的，快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在这儿等他，直到他肯替我道歉。他们都是来应招做郡主赘婿的。开门。来的。你说什么？上官要招赘婿，那我就比他的赘婿，我当定了。我们将选出你们中最适合入赘丹川宫的人，一共3关。这第1关，众所周知。郡主喜欢吃辣，一炷香内吃下最多牛心管、鱼眼、鹅肠的人，就算胜出。诸位，开始吧。这一锅的辣
一笔平常，不要以为你们是丹川人就可以受得住。你什么时候能吃辣了？在新川啊，我和上官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竟然逐渐能体会到吃辣的快乐了。也许啊，这辣的痛感，远远比不上失去它来的凄凉。郡主素喜用枪，这一关就是考验你们够不够格做郡主的陪练。诸位可以自选兵器，从你先开始。下一位。下一位。啊。啊。到你了。不带任何兵器上场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废话少说，开始吧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上官以前天天打我，这点本事啊，不算什么。这最后一关，就是你们每人选出一份礼物，送给郡主，让她开心。礼物最得郡主欢心者，胜。姐姐，我不需要招赘。上次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答应我，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怎么现在又弄这种比试？姑知道你不需要，可万一你日后想要个伴儿了，或许正值坠灵的男子就没有合适的了。姑先替你选好，预备着哈。姐姐，好了，听姑的没错。主上，郡主，赘婿比试已经结束，这是他们最后递交的考题。一直没告诉你，这个蠢货来丹川了。你说他不会来，他却来寻你了。见或不见，都在于你自己。本次招赘比试的结果是无一中选，请各位到宫门口各自领50两，回家去吧。50两，50两，还愣着跟着回家领银子？走走走走走！你让我见见他，哪怕我不配当赘婿，我就想见他一面。放肆，把他拖出去！
去！别赶我走，我就想见他一下，我当面给他道个歉，他要是不原谅我，我马上就走，行不行？啊，我求你了，以后要撒娇管我都认，我就想求一个跟他见面的机会，我想当面给他道个歉呀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他吧。郡主现在不在丹川，府上准许他外出游历。他去哪儿了？啊？在丹川，男子若是失德，则要承受鞭刑。若你能承受100鞭，打！你现在就把那个破鞭子拿过来！你别说是打我了，你就是拿刀捅我3刀6洞我都认。只要你告诉我他的下落，我认你的主持。啊？郡主昨日从丹霞湖驿站发来了信。丹霞湖驿站，谢谢你。丹霞开进不进？丹霞湖，丹霞湖，丹霞湖。今日召集诸卿，是为了户政司一事。户政司需交由其他少主主理，诸卿都可举荐人才。以臣之见，六少主在方式改建、新币推进和破获假币一案中劳苦功高，理应由他接任。臣附议。臣亦认为六少主是最适合人选。臣附议。六少主自己以为如何呀？回禀主上，儿臣管理九川事务司已属不易，不当忝居他位。儿臣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应是3少主。他已在户政司多年，知晓如何运作。曾经作为协理，已有建树。若是转为主簿，亦当之无愧。排堂姐。你这是终于赚钱了，总算能把你这的房租给你交上了。我不能要，拿回去。你就收下吧，你带这个孩子更需要钱，我不要。如果你想让我跟长乐踏踏实实在这里住下来，你就收下。眼下商铺困难，我知道你们急需用钱，况且我出去摆摊儿，那些东西有很多也是你们的手工，咱俩之间就不要推来推去的了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真的赚了不少呢。海棠姐，海棠姐，衙门的人来了，他们说那个死老三接管了户政司，我们马上就可以重新开张了。可太好了，这个死老三算他有良心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是我们九川美食会重新开业，菜品做了一系列调整，诸位要不要进来品尝一下啊？里边请，又见面了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啊，放这儿吧，新菜品，尝尝。各位客官，这是本店的盲品菜之一——八宝鸭，里面有8味食材，只有主厨知道里面放了什么。您若想知道啊，就得亲自品尝。若幸运的话，会在鸭腹中开出鲍鱼鲜翅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只有请你下次再来了。这4味酱料啊，是本店特制的，招牌混合咸香，经典烟熏有烤肉味，柠檬胡椒清爽。这酥油大蒜啊，有些鲜甜，各位慢用。
各位慢用。谢谢掌柜，谢谢掌柜。堂姐，这个月的账目可能要重新梳理一下了，把闭店期间和开店之后都分开写，方便我们以后计算盈亏。好，小薇，我发现你越来越像元英了。他是我先生，我不像他，像谁啊？袁先生，我这次的表现5分吧。8分，还差2分就满分了，我可真厉害。剩下2分，继续努力。我先走了。我们就进去看一眼，劳烦官爷通融。郝家，方如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们竟会对我如此牵挂。牵挂你？你清醒一点吧。你以前怎么对待我们的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你还敢这么想？是真的没长心啊！少主，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唤你少主。今天我到这儿来，就是想让你签了这个。这是休书。真是荒谬。哼，荒谬。我倒觉得，我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那才是荒谬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余地了。我以后也会告诉我的孩子，他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他长大之后自有判断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忘记告诉你，我的女儿，她姓郝。松儿，母亲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这几日，你还好吗？劳烦母亲牵挂。儿子挺好的。今日之后，儿子就要去往流放之处，还请母亲保重身体。也切勿再触怒父亲，牵扯自身。我会想办法多给你借点钱。等过了这几日，你父亲气消了，我就跟你舅舅想办法接你回都城。不必了。父亲应该不会再想见我了。母亲若是思念我，
写信，或者去看我，都是一样的。儿子如今已是一介庶民，我也想试试靠自己双手去生活，挺好的。反正不用再去做什么囚笼困兽了。儿子，就此别过。二哥，老师，是哥哥把你给宠坏了。我至今日前车之鉴也。这进宫之中，尽是悲哀，你一定要安分守己，切忌好自为之。待我照顾好母亲，啊！是。儿子感念母亲，养育之恩。这是主上托我交给你们的，往后一切保重。不管是主上的恩赐，还是补偿，都用不上了。藏兵是去静思济国的，何须这些黄白之物？
二少主已经走了，但是这包袱，这时候倒有了嫡长主的气节了。为子不孝，为兄不悌，终究是父之过。没能想出好的方法，督导训诫。主上其实也曾对二少主寄予厚望，是二少主让主上失望了。厚望。顾刚失去一个儿子，智利司几世中就都跑过来问：下一个厚望何在？个个都说应当决断，可这决断还要断送几个儿子？这些时日，老三代管的户政司做得如何呀？啊，回主上，三少主凡事都与六少主有商有量，举措倒也得宜。梁舍，是。你觉得老六为臣如何，为子如何？小人不敢妄言。说。是。六少主对主上恭敬，行事稳妥，看着倒也敦厚。这晨曦一案中，他并没有借势赶尽杀绝，所以一夜之间便得了仁德之名。原本朝中还在弹劾他审讯滥行，转眼智利司都称颂他的仁义。哎，从前在少主宫院，他仿佛不存在一般，就一夜之间便让人瞧见了他。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议论他可堪原处了。起来吧。谢主上。你也不必在姑的面前战战兢兢的不敢说话，姑都明白。儿子是好儿子，只是在这宫中父慈子孝的时机总是太少了。少主在忙吗？进。这一幕似曾相识啊。今日我去酒楼，李薇把一切处理得很好。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。郡主费心了。二少主离开，三少主掌管了户政司，如今少主也已仕途坦荡，所以我想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郡主是想离开？我觉得是时候了。
少主这么轻易就点头了？不然呢？我还能把你困在这一方宅院不成？少主的为人我还是清楚的，不然我就会带李薇走了。只是我担心，眼下未必是最好的时机，恐怕会给少主添麻烦。郡主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能做到。多谢少主，愿一切顺利。已经交过了，谁这么勤快啊？菜地也交了。小百福吃饭，这么早就吃上了，谁给你弄的？那就多吃一些。蔡夫人，好丰盛啊！这些都是夫人特地交代，全都是您爱吃的。云逸人呢？他去酒楼了，没到开张的时辰呢。是啊，夫人今日好生奇怪。虽然她平日奋进惯了，可是昨晚竟然整夜都没有睡觉，而且今天一大早就起来逛园子了，把府里上上下下都打扫了个遍，还跟我们交代了好些话，说让我们把您照顾好。哎，蔡夫人，怎么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帮我收拾。你要走了吗？府内的各项事宜，你都已经得心应手。玉嫔、玉盏，几个都是好的，用不着我多说，他们就能好好听你的话。我本想去厨房一趟，嘱咐刘宝全几句，但后来一想，饮食是你最擅长的，用不着我操心。为何如此突然？二少主流放他乡，再无任何可能。护政司和九川事务司也都稳定了。如今，局面算是打开了，所以，少主现在去找新川主了，估计这会儿再说和离的事儿了。你现在已经用不着我操心了，我不在，你也可以将大大小小的事儿料理好。我想，我是时候去过自己的生活了。可是我舍不得你，我真的很想把你永远留在我身边，但我也知道我不能。
你是世界上最闪耀的人，要去更高的地方，过更好的日子。你一定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也是，我们都可以过上想要的生活。顾的那些逆子呢？你应该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吧？五哥最近去了丹川，去找上官郡主，估计又会吃不少苦。他不是不喜欢那个丹川郡主吗？这么看来还是喜欢吧。去了几日了？去了有些时日。等他复信，我拿回来您看看他这字有没有长进。哎呀，他那笔烂字定是越写越像狗怕。父亲，我有一事想与您商量。说。儿子想和元英郡主和离。你们一个个的怎都如此荒唐！星传从前甚少有夫妇离绝的，如今少主的内眷却都落了跑。哎，这是什么邪风啊！我知道这不符合常规，但我和郡主已做好了万全之策，绝不会影响两川邦交。你就是因为济川的李氏。我早就说过，成大事者不能沉溺于情爱。是，但这成家立业、守业为家，若是府中和睦，那对外也会更加尽心尽力，不是？其实相比内务，郡主更适合朝中之事，这将来必会成大器。儿臣斗胆想用之前的赏赐换郡主一个自由，任何责罚，我都愿意接受。父亲已经同意我们和离，郡主可以回家了。接下来就是要想如何全副金传主了。这次回去，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些麻烦。我有6个弟弟，5个庶出，但都十分顽劣。元旭是嫡长主，也是最糟心的一个。但父母疼爱，凡事都以他为重，甚至不让我当面训斥他。若这次回去受他些言语，我先提前说声抱歉。没关系的，我也有个糟心的弟弟，能理解。这不仅弟弟糟心，哥哥也糟心。我母亲虽为我着想，但她性情软弱，在父亲面前说不上话。金川夫人，若真为你的幸福考虑，那我们一定有办法说动的。但愿吧。但这次最棘手的是我的父亲，他强势惯了，对儿女姻缘也十分守旧，很难说动。你知道吗？当年我本该与你一同入宫的，但我的父亲将我的婚事视为生意，他一早就想好要让我嫁入新传，但不知嫁给哪个少主才能获利最大，所以便让我称病，退出九川卓选，
直到遇见了尹正。他太过重利，若是影响两川关系，他不会同意的。那若是新川降低过税呢？两川交易往来，新川征收的过税一直偏高，相信这也是金川主的心头大患。确实可行。金川要向新川东受漆、教、鱼苗等，过税高达20取1，乳牛、羊皮等还有额外课税，江河商船还要收船钞。若是能划定新准则，减少重征叠税，父亲一定同意。但新川从前重征过税，是因为金川的商贸实在太强。但如今时异，新川也有意重新制定过税，此事大利于两川百姓。我有信心能够说服川主。多谢六少主。你们两位合理，竟然要扯上过税的问题，还得把两川的百姓摆到台面上来。唉，这就是大川风范。殿下，皇庭民巷的宅子是前朝古建，不能随意推倒啊。若是情急征用，也还罢了；将古宅改为享乐的瓦室，民怨将起啊！不破不立嘛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姐姐跟我姐夫在新川弄了个做九川宴的酒楼，还推行这纸器代币。新川这眼下可强盛了不少啊。那我们金川不也得变革吗？这样才不至于落后太多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办吧。变革可不是胡闹。姐，举措为百姓计，才是革新。你为了享乐而毁坏古建，是无知、无耻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这已经是3日前的公文了，你到现在还没做主笔，父亲怎会允许你与臣子议政？你一个外嫁女的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管这些了？我现在担任的可是监理之职的嫡长主啊！你怎么敢对我这么说话？监理？父亲竟然让你担任监理，你根本不想务正，只想霸着高权为所欲为。皇庭民巷的房子，你也并非真心想拆，只不过一时心血来潮，结果大家都不满意，你就更想做成此事好摆监理的谱。你什么你？1不批公文，2玩物丧志，3决策荒谬，引起众怒。你为何还有脸驳斥张姐？父亲呢？跟我去见父亲。你们还在干什么？给我下去！元烨，允许虽然有许多问题，但他是嫡长主，你不该当着外臣的面说他。就是啊，姐夫你也不管管他。方才郡主确实有些冒失了，但身为监理者，恪尽职守应当是本分才对吧？哟，这就护上短了。燕儿回来省亲，贤婿能跟着一起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次回来前，
我也写过信给母亲，说明此番并非是为了行亲，而是想……知道。你是怕你婚后我没见过女婿不放心吗？几个子女，你父亲就担心你，怕你在外面闹事。如今看到你们夫妻和美，我们就宽心了。没想到母亲竟然堵住我的口。适才那个情况，实在不好提合理。对不起，这不能怪你。如今新川的朝政是由嫡长主带。父亲有意锻炼元旭，暂岗休息。只可惜，他是块废铁，练不成金子。父亲大概知道我想做什么，只是刻意装傻罢了。这件事情若是你和金川主说，那便是家事；但如果是我和金川主提及，那就是公事。不如由我来说。我自幼便是如此。但凡想做的事，都是做不成的。我以为处处做到最好，他们就会知道我的。原来，就算他们知道我比几个兄弟都强，也还是觉得我只是女儿。带累你们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只要你自己明白，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，所有事情做成之后，冷眼都会变成青眼。丽莎，救命！单穿地界，竟敢对妇人动手！这是我老婆，关你什么事？给我走！这个王八赌徒，输了房子，赔了地，他现在还要卖我，点卖妻子换钱，你还是不是人了？这是我们家的事，你少管！给我走！你给我走！你个臭娘们！哎呦！丽莎饶命啊！我不敢了。你要是再让我看到你干这脏事儿，就送你去投胎，滚！多谢女侠，多谢女侠。这个钱你拿着，这我不能。你拿着，带着这个钱，赶紧走吧。多谢女侠！别，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。这种男人不值得，跟他和离吧。以后就一个人好好的生活。就是他，就这臭娘们，敢欺负我兄弟，上！哎呀，辛苦各位官爷了啊！这下就可以放心了，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生活。保重。
带走了。对了，你当那些兵器我都赎回来了，主要是没了，我就暂时放老六那边了。我休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来干嘛？哎呀，你当时走太急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到你们丹川参加那个招赘比试了。我在给你说休书的事情。那休书不算数，你连我名字都写错了，我是山字旁的齐，不是误入歧途的齐，那不是我休书，我不要。我那就是给你写的，我管你是哪个齐。我不管，我没签字画押就不算，而且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上官啊，我上次说的那些我都是骗你的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怕你跟我一起吃苦，怕你受牵连，所以我那天我是想好了我要赶你走的，可是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我一着急，我就说了那样的瞎话。你走之后我就后悔了，我真后悔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做，李维他们都骂我好几顿了，我实在是太蠢了，所以说我必须过来当面给你道个歉。对不起啊，你说我自己我怎么样都行，但如果我连累了你，我真的承受不了。所以，在你心里边，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共同进退的人呗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我自己我护不了你。我知道你很难原谅我，但李维他们骂我骂对了，我不管再怎么样，也不能胡说自己喜欢旁人。况且那个人还是你朋友。好，歉你也道完了。你可以走了吗？我知道我自己挺无耻的，但是，我还有点小贪心。我想知道，你还能不能原谅我？我还有机会吗？没关系啊，你不用着急回答我啊，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就跟着你，你不能赶我走啊。你不走。我走。对了，还有你这个头发，头发怎么了？不是，上官，不是，我这头发就是为了配合你，你不是要行走江湖吗？你说了这么多，还要为我川减免过税，哼！一段联姻竟让新川厌恶到如斯地步，竟要以这么大代价换取和离。金川主误会了，和离是我与郡主的决定，与两川无涉，而减免过税，只是晚辈的一点诚意，也是比联姻更长久、更有利的节目，对两川都有好处。口口声声谈的都是利弊，你这样的女婿，倒是让姑觉得看走了眼。既然你要谈利弊，那姑就与你好好谈谈。你是新川六少主，和离之后还有的是机缘。姑的女儿再叫，又能获利多少？谈生意可以，谈和离绝不可能。父亲，此事已征得新川主同意，父亲为何不肯点头？婴儿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一点女人家的规矩都没有。这件事我已经说过了，绝无可能。父亲，是否和离，是否再教，难道就要立评判吗？原因不孝，欲与六少主和离，还望主上准许。元英，元英，你父亲说了，此事莫要再提。原因不孝，欲与六少主和离，还望父亲开恩。来人，把郡主带回去，闭门思过，让他自己好好想清楚。金川主三思啊！六少主，姑眼下管教的是闹和离的顽劣小女，若你们姻缘稳固，姑自然不会为难她。
二位官爷，我这儿有些好酒，孝敬二位。金川侍卫绝不再执勤时饮酒，请六少主侧夫人自重。说的真整齐啊！那二位通宵达旦值班，肯定很辛苦。我准备了一些糕点，不如二位。金川侍卫绝不食用夜宵，既不养生，也不利于执行公务。不愧是金川。哎呀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想进去看看郡主，给他送点吃的。他一天没怎么吃了吧？我就进去看他一眼，然后就出来，行吗？金川的侍卫绝不能不守规矩，擅自放人入内，而且金川的郡主也不吃夜宵。哎呀，你们就让我进去看看嘛，就一眼。六侧夫人，金夫人，让我带进去吧。你不喜欢抄这些东西的，不用在我面前做样子。政要奏书，金川宜重与外川之通商，减少过税，虽则有倾销之弊，但亦能促川内之变革。你父亲一直不喜欢你涉足外务，你做的再好有什么用？况且你还是个女儿家。母亲既然知道我能做好，为什么不愿意多给我一些机会？也许我能为金川做得更多，不只是一门和亲。李薇让我带给你的。是六少主给我写的一些建议。贤婿与你心意相通，你们很合适的。若不合理，你或许反而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你父亲也可以放心些。母亲，我与六少主是最好的盟友，就如新津二川一样。实际上，我俩是一种人。做盟友自然有默契，但做夫妻，我与他半点情分都没有，他也一样。况且，我不想以谁夫人的身份去做一番事业。我做自己想做的，也能做好的，为什么父亲就不放心呢？就因为我是女儿。这不公平，母亲。你从前不吃宵夜的，或许有些改变，也没有坏处。嫣儿，你别怪你父亲，他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了我好，偏将我锁在这里。母亲若是真心想对女儿好，就求您帮我一次。